于是在设计师和年轻老板那羡慕嫉妒恨的注视下，这一男一女走出了10余米，来到了湖边。望着近在咫尺的青年，夏子熙的眉眼中带着清晰的笑意，轻声说道：世界真小呢。苏无忌却没感慨重逢，而是低头看了看他插在口袋里的左手，问道：你的肩伤怎么样了？没错，这位晨昏县的老板就是银月的晨曦。之前在莫桑科罗岛上与杜卡罗的一战中，晨曦的左肩胛骨被对方猎杀者的匕首插碎，由于这片骨头不好做手术，只能静养，等其自己长好。听到苏无忌第一句话就是在关心自己的伤势，夏子熙的眼光微暖，还有点行动不便，做什么只能用一只手。他笑着说道：估计再过1个月，生活上就不受影响了。那就好了。苏无忌咧嘴一笑：能在这里重新见到你很意外，也很开心。夏子熙轻轻笑了笑：我的手机里还有一张咱们的合影呢，本以为从此海角天涯不相见，没想到却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他也不矫情，更没提什么相见不相识之类的话。既然以另外一个身份第2次遇到了，那么就再重新认识一下好了。世界那么大，能接连2次遇见，要么是缘分太深，要么是量子纠缠。要是说起这一点，苏无忌和卓林宇之间的缘分可太深厚了。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你以后来了林州发展，我罩着你。夏子熙轻笑，眼光一如这云烟湖的缥缈烟波。好啊，你天天来我店里喝咖啡，我不收你钱的。苏无忌啧啧说道：那你还是收钱吧，不然的话我怕你赔太惨了，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开咖啡馆，得多没有商业眼光啊。夏子熙笑得不行。行，那你先来我店里充一张会员卡，支持一下我这个没有商业眼光的小老板。苏无忌：那还不是小意思，耿公子有的是钱。在10几米开外，咖啡铺的年轻老板对那混血设计师说道：这哥们之前还说这女老板肯定赔得裤衩子都不剩，现在你看他笑的嘴巴都快要咧到耳根了。那名叫家谱的设计师摇了摇头说道：我实在想不通，我到底输在哪里。他能明显看出来，夏子熙对待自己的时候都是客客气气的，只谈设计方面的事情，绝对没可能更进一步的拉近关系。苏无忌看着身边的姑娘：都2次见面了还不摘口罩吗？夏子熙倒也没有丝毫的扭捏：这里人太多，等私下里的时候我再摘给你看。在夏子熙看来，这个青年知晓自己最大的秘密，还救了自己几次，就算是被他看看脸也没什么的。苏无忌咧嘴一笑：那可太好了。对了，以后我是喊你晨曦还是喊你子熙？喊子熙吧。夏子熙忽然想起了白木哥对自己的称呼，又想起了自己与这个青年在印度洋热烈阳光下的那一张合影，鬼使神差地说道：你喊西西也行。苏无忌一挑眉毛：呵呵呵，西西。这么软萌可爱的称呼似乎和这漂亮的姑娘不那么搭，但偏偏产生一种极有吸引力的反差。跟我亲近的人都这么叫我的，但一共也没几个人。夏子熙的声音轻轻，望着云烟湖的温柔波光，这里的风景和印度洋的海浪完全是截然不同的2种风格，但他2种都喜欢。西西这名字挺可爱的。苏无忌本想说要不你也喊我季季，但话到嘴边终究还是没说出口。难得苏老板要了1次脸。你在灵州做什么工作？
夏子熙轻笑着问道：“专职富二代？什么富二代？我是白手起家的创一代。”苏无忌：“现在是酒吧老板那个大名鼎鼎的皇后就是我开的。”夏子熙：“初来乍到，没听说过呢。”这倒是实话，她表面上是个极少去酒吧的乖乖女，对夜店也从来不感兴趣。苏无忌：“没听说过不要紧，等你伤好了带你去蹦迪。”夏子熙却忽然拉着苏无忌往自己的咖啡馆那边走了几步。“怎么了？”苏无忌问道。夏子熙望着远处河堤上跑步的人群，轻声说道：“今天云烟湖边是不是要有事情发生？”苏无忌的眉头一挑：“你察觉到什么了？”夏子熙说道：“有好几个便衣，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银月晨曦，眼光确实毒辣。”苏无忌说道：“最近灵州发生了连环杀人案，杀手的目标是你的那个设计师，此人有着月影神殿的背景。”夏子熙的眸光清敛：“那巧了，正好被我们碰到了。”苏无忌似乎意识到夏子熙想干什么，他立刻说道：“这事儿你不要掺和，本来身上就有伤，有多远走多远。”夏子熙笑着道：“那我要扮柔弱吗？”苏无忌说道：“这里是国内，你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谨慎一些。”夏子熙轻轻点头：“那你保护我。”苏无忌咧嘴一笑：“恶意之至啊！”他俩的话音刚刚落下，一台黑色的出租车在路边停了下来。一个穿着运动装的男人从后排走了出来。他个头高大，身形强壮，看起来皮肤微黑，长得有点像海德尔那边的人。苏无忌见状，对着那设计师招手说道：“嗨，家仆过来，西西有话要和你聊。”听到这称呼，家仆没好气地说道：“兄弟，西西也是你喊的吗？短短几分钟，你们已经熟悉到这种程度了吗？”说着，他往这边走过来。那个海德尔人走到了年轻老板的咖啡铺前，要了一杯咖啡，眼角的余光时不时地往家仆这边看过来。这时候，到了上班的时间点，晨练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而云烟湖的游客们也不会来得这么早，周边只有三三两两的锻炼者路过。高海峰绕了一大圈，此刻又跑回了附近。在家仆与夏子熙聊天的时候，苏无忌又走了回来，站到了那个等咖啡的海德尔男人的旁边，说道：“哥们，海德尔人。”这男人说道：“父母是海德尔人，但我出生在米国。”苏无忌忽然来了兴致：“哦，既然都已经是米国人了，那你擦屁股是用纸还是用手？”那年轻老板正做咖啡呢，差点笑出来，着实憋得好辛苦。这男人扫了苏无忌一眼，语气里已经带上了不愉快：“用左手。”苏无忌说道：“那你在睡得迷迷糊糊抠鼻屎的时候，用左手还是右手？”这男人已经有些愤怒了，加重了语气道：“右手。”苏无忌说道：“可鼻屎也是屎啊，你怎么还区别对待呢？”咖啡铺的年轻老板知道苏无忌这样问好像不太礼貌，但他已经笑得站不住了。“我不抠鼻子，你走远一点。”这个海德尔男人说道。这时候咖啡已经做好了，苏无忌却抢先一把抓了过来。那年轻老板愣了一下：“这是这位先生的咖啡？”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我知道。”说着，他直接打开盖子，把那一大杯咖啡尽数浇在了那海德尔男人的头上。“啊，混蛋，你在干什么？”这家伙被浇了一头一脸，此时咖啡的温度还挺高，把他烫得哇哇乱叫。
苏无忌愣了一下，心道：怎么认错人了？如果这家伙要是杀手的话，难道不该气得直接拿刀捅他吗？刚刚此人却连躲都没躲。年轻老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连忙跑出小店，拿着一沓纸巾，帮那海德尔男人擦拭干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国际友人太没礼貌了，简直丢灵州人的脸。年轻老板还忍不住地喷了苏无忌一句。然而就在这时候，苏无忌的耳机里响起了朴妍希的声音：在晨昏县咖啡馆200米之外，抓住嫌疑人1名，应急，腰间有匕首。苏无忌一听，对着那海德尔男人咧嘴一笑：不好意思啊，我这人就是对国际友人不太友好。说着，他忽然抬起手来，打了这家伙一巴掌。这人本来正在愤怒地擦着脸上的咖啡，根本没想到苏无忌会在这时候突然动手，这一巴掌挨得结结实实。混蛋，我要去领事馆投诉你，我要抗议。这海德尔人的黑脸都被这一耳光抽红了，眼中怒火燃烧。苏无忌确实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对方到底是不是杀手，不过对方的表现也是没有丝毫漏洞。但这种时候，即便打错了人，无所谓，大不了让湖滨分局的李洪成局长事后登门道歉便是。不好意思，我代表月影神殿向你道歉。苏无忌很诚恳地说道。说话间，他还一把将那年轻老板扯出去好几米，这是为了防止对方被截成人质。但那年轻老板却在草坪里摔了个嘴啃泥，起身就要对苏无忌大骂：什么？月影神殿？这海德尔男人的动作微微一顿，有些时候就算是演技再好，下意识的微表情反应也是控制不住的。下一秒，轰！狂暴的气浪已经自苏无忌的拳头前爆发而出。这个海德尔男人猝不及防，直接被砸飞出了10几米。高海峰立刻扑上去，将他结结实实地按在了地上，反铐住了双手。几个便衣刑警已经跑了过来，把设计师家谱围在了中间，护着他往外走。后者心有余悸，但看他的表情，大概也知道对方是因为什么来杀他。高海峰的判断完全正确，潜伏的凶手被抓住，一场风波看似就要过去了。然而这时候，远处的游船下方忽然波浪翻涌，一个身影骤然腾出了水面，当空洒落了一大片水花。鬼知道他之前在这里潜伏了多久。这湿漉漉的身影在水面上踩了2下，又跃出了10几米，直接落在了夏子熙的身边，匕首横在了他的脖颈上。上午的阳光落在匕首上，似乎让刀身之上的寒光随之加重了不少，而这寒光又莫名映得夏子熙那雪白的天鹅颈更加动人。苏无忌和这个被劫持的姑娘对视了一眼，并未从老战友的眼睛里看到任何的慌乱。你不要轻举妄动，需要什么条件，我们可以谈。高海峰走过来，沉声说道。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的着急和担心，但反而能听出一些对生命的漠视感。这一次的情况跟之前的几起凶杀案比完全不一样。之前都是单独作案，现场顶多找到1名嫌疑人的痕迹，而这次露面的凶手却不止1个人。朴妍希之前抓住了1个，苏无忌打飞了1个，而此时挟持夏子熙的第3人，无疑是这里面最危险的主力。这家伙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头上还戴着泳帽，透明泳镜勒在额头上，看起来是个游泳爱好者。此人的鼻梁很高，眼窝深邃，
是个白人，年纪大概不到30岁。就凭他刚刚踏水而飞的那几下，此人的实力起码要在阿拉亚之上。这似乎是一场针对整个月影神殿的捕猎，而且目前甚至还很难判断出来暗中还有没有其他人在埋伏着。那个海德尔男人被苏无忌一拳砸得吐了血，他被反铐住双手，大喊道：队长也换耶，换耶混。刚刚这货的演技着实不错，被苏无忌倒了咖啡，抽了耳光，还能一直演，差点被他蒙混过关。把家谱和我的2名同伴交给我。那个劫持夏子熙的男人表情无比狰狞地说道1换3，不然他就死定了。如果这家伙知道自己绑架的人竟然是银月的主力杀手，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夏子熙虽然只有一条胳膊能用，但精通暗杀的他未必不能近距离要了身后那个高手的性命。苏无忌对夏子熙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四周都是警察，还有一个眼光极为毒辣的高海峰。夏子熙要是暴露了自己的银月身份，麻烦可就大了。苏无忌往前站了一步，说道：犯了我朋友，我保你顺顺利利离开华夏。那个名为家谱的设计师正被好几名便衣刑警围在中间，满脸冷汗。刚才如果不是几个刑警及时将他拉走，那么这个藏在水下的杀手会在第一时间要了他的命。这家伙到现在都没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暴露，不过他倒也算得上硬气，一咬牙喊道：我愿意交换人质，不要伤害子熙小姐。那咖啡铺的年轻老板忽然被丢出去这么远，本来对苏无忌满心怨愤，此刻终于回过神来，虽然怒气全消，但仍旧心有余悸。他完全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忽然就置身于一场极度凶险的杀人案之中了。把人质放了。高海峰沉沉说道：只要你放人，其他都好谈。那劫持者喊道：这是黑暗世界之争，华夏没有必要参与进来，和你们林州刑警没有半点关系。蠢货，你们在华夏的地盘上杀了那么多人，还说和我们没有关系。苏无忌冷笑着往前走了2步，说道：我来作为你的人质，你把他放了。陈曦看着这个长在自己审美点上的青年，口罩后的唇角甚至勾勒起了一线弧度。这一刻，他忽然觉得，如果周围没有警察就好了，自己就能再次和苏无忌并肩作战了。朴妍希走了过来，说道：查出来了，这家伙是临江师范大学的挪威留学生，现用名叫伯克，来到林州2年了。分局局长李洪成这时候已经赶到了现场，他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并未跟高海峰争夺指挥权。盯着伯克，高海峰说道：把人质放了，不然你就算是逃到了西方黑暗世界，我也能让你无路可退。让我在黑暗世界里无路可退。伯克冷笑：你的口气倒是不小，但你如果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应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我再给你们3分钟考虑时间，如果你们不同意交换人质的话，我就带着他离开了。朴妍希走到了高海峰的身边，低声说道：狙击手暂时没有射击角度。高海峰点点头：今天用不着狙击手。3分钟很快过去了，伯克冷笑着说道：好，既然你们不愿意交换人质，那么我就要带着这个女人离开了。无论她在我的手里受到多少折磨，责任都是你们林州警方的。说着，这家伙拉着夏子熙缓缓朝着云烟湖的浅水区退去。他本来就站在岸边，才刚退了几步，水深就到了2人的膝盖。
如果不是避免暴露身份，夏子熙现在就已经变身成为晨曦了。又后退了2米，这伯克忽然把匕首一收，双手抓着夏子熙的胳膊腾空而起。后方有一艘无人游船，距离他不到10米。伯克只是简单的一跃便落到了船上，但他却并不是要借助这艘船离开，而是双脚在船板上重重一踩，整个人又跃出了20几米。这瞬间爆发力和轻身功法极为惊人，仅仅是跃起了2次，这个伯克就离开了将近40米。夏子熙那条受伤的胳膊也被伯克死死扣着，疼得他眉头紧皱。要是换做别的男人受此疼痛，怕是已经忍不住的惨叫了，可夏子熙愣是连眼眶都没红。伯克一步跃进，眼看着要落到水面上，可这时候一道身影忽然出现在了他的正前方，一道狂暴之极的重拳狠狠轰向了伯克的面门。这拳速极快，其中所蕴含的力道极其炸裂，仿若平地骤起惊雷，让伯克根本来不及把夏子熙拉到身前当挡箭牌。轰出这一拳的居然是国际刑警的刑侦专家高海峰。砰！伯克在空中无处借力，只能一拧身子避开面部要害，用肩膀硬生生地抗下了这一拳。他整个人被打飞出去，根本无力再去抓住夏子熙了。一道身影踏浪而来，在湖面上留下的白色水痕宛若闪电劈开了云烟湖，直接来到了夏子熙下落的位置。夏子熙刻意藏拙，没有在空中调整身形，本以为马上要在初冬洗个冷水澡，可紧接着他便落入了一个有力的怀抱中，苏无忌稳稳地接住了。而这个时候被打飞出去的伯克也落入水中。他即便在空中想要调整身形，但高海峰刚刚的那一记重拳让他体内的力量运转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紊乱，以至于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仰面摔落湖中。而这时候高海峰已经一步跨越了10几米，近乎从天而降。他的重拳仿若雷神之锤，裹挟着无穷的力量朝着伯克当头砸来。这一片的湖面居然都被那狂猛的拳风压得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凹陷。伯克的眼神里终于出现了惊惧的神色。高海峰这一拳的威势看似能直接轰碎他的脑袋。这伯克的轻身功法极好，在这个时候他的足底在湖底一踩，竟然瞬间射出了好几米。轰！下一秒高海峰的重拳便落入水面。宁静的云烟湖仿佛迎来了一场湖底火山的喷发，水花直接溅起了20几米高。而此时苏无忌抱着夏子熙已经站在了岸边。是不是被那家伙抓疼了？在站稳之后，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样问。夏子熙忍着疼，紧皱的眉头已经松开，眸子里已经带上了笑意。虽然有点疼，但又被你接住了，这感觉其实还不错。而此时伯克已经快要逃到湖中央了。在高海峰的接连轰击之下，这家伙难以避免地受了内伤，行动明显比之前要迟缓许多。而高海峰的体力却似乎深不见底，力量草始终处于满格状态，拳拳爆裂之极。他虽然擅长力量，但和小庞那种实心眼的憨劲儿还不是同一种攻击路数。这个国际刑侦专家的拳劲中明显多了一种烈的味道，霸烈、暴烈、蛮不讲理，拳拳奔着毁灭敌人而去，甚至能从其中体会到一种视死如归的味道来。
看着这家伙出拳，外行只觉得太厉害了，而内行人却能体会出另一种感觉来。这个高海峰的拳法里似乎完全看不出对生活的热情，只有对生命的漠视。苏无忌看着战局说道：那个伯克的实力很强，尤其是潜行和暗杀的手段更是顶尖，在黑暗世界的地位应该不算低了。这家伙之前潜伏在船底的时候，苏无忌和夏子熙居然都完全没有发现。不过即便伯克再强，在正面对上高海峰之后，也是被一路吊打暴锤，除了逃跑躲避，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此刻云烟湖上一片片水浪炸起来，仿佛有一颗颗水雷在湖底爆炸。夏子熙说道：这位刑侦专家不简单，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拳法应该是师承。说到这儿，他止住了话头。倒不是要瞒着苏无忌，而是分局长李洪成已经来到了旁边。无忌，这位专家的实力你怎么看？李洪成说道。苏无忌倒是没对李洪成有丝毫的隐瞒。要是说起正面对轰，我不是他的对手。这句话显然还有后半句。要是玩阴的，苏无忌认为自己一定能搞死对方。此时云烟湖畔已经被特警队临时封锁了，毕竟要是被游客拍到湖中出现了这种程度的激战，那可真是要造成重大舆情了。最近半年来，云烟湖和云连山就不曾平静过，又是东洋武士忍者，又是黑暗世界高手，时不时失火响枪，灵州文旅部门的负责人都快把自己的头发薅秃了。轰！随着一道更加剧烈的气爆声响起，伯克的身形已经被直接轰出了一道跨度大几十米的抛物线，重重摔落在岸边的草坪上。这家伙摔落之后又滚出了10几米才停下来，所过之处草坪都被彻底压烂，一路草屑泥土飞溅。其他刑警们都看呆了，都忘记去抓住这个伯克，他们完全被高海峰这超出正常人范畴的一拳给彻底镇住了。这时候高海峰才缓缓从湖中走了过来，他的脸上仍旧没什么表情，一如昨天晚上在皇后酒吧里独自喝光一瓶伏特加一样。李洪成已经深一脚浅一脚地迎了上去。苏无忌低头喂向怀里的夏子熙：西西，按照西方黑暗世界里的实力分级，这个高海峰在什么水平？夏子熙的眼睛里透着些许的凝重之意，说道：起码也是熔炉级的巅峰，或者已经推开了天灾级的大门了。此时的夏子熙并未注意到，在他那掉落一旁的包包里，手机已经连续响了好几遍了。天灾级啊！苏无忌眯了眯眼睛，看着从湖中走过来的身影，轻轻摇了摇头：应该不至于啊。为什么？夏子熙问道。苏无忌回答道：虽然这个老高的权势霸烈，但我觉得他并不能碾压我。夏子熙说道：有没有可能你实际上的战斗力其实也无限逼近天灾级呢？苏无忌：是吗？我还真不太清楚。夏子熙微微有些意外，问道：你好歹也是游侠神殿的暗影天王，算无一策的大名早就传遍黑暗世界，怎么可能判断不准高海峰的实力级别？苏无忌说道：我平时判断对方的实力，一般只判断他能不能打过我。他的自身体系是和这些新的实力分级不太一样的，从未用这种分级来衡量自己，而且这种分级是那些新兴的天神势力确定的，并未完成全面普及。苏无忌对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势力都没什么好感，
因此也懒得了解太多。严格说来，他只对曾经的12天神事里有着些许情怀。我大概明白了，我们一样都是怀旧的人。我看过很多关于以前那个黑暗世界的故事，对那些曾经的传奇充满向往。对以前向往，那么对现在自然是有些看不上。说到这儿，夏子熙停顿了一下，看向眼前男人的侧脸，笑着问道：都抱了那么久了，你还不打算把我放下来吗？一听到夏子熙这样讲，苏无忌讪讪一笑，反正不是第一次抱了，都抱习惯了。确实，之前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湖中两人的大战上，丝毫没注意自己的怀里还抱着个身段娇柔的姑娘。随后，苏无忌把夏子熙放下，动作很轻，似乎生怕弄疼了对方。看着对方这小心翼翼的动作，夏子熙俏脸微热，心情很好，就连肩膀的疼痛都莫名减轻了许多。望着眼前的云烟湖，他在心中轻轻说道：看来来到灵州真是个无比正确的决定。10几米开外，他包包里的手机还在响着。这时候，高海峰已经和李洪成走回了岸边。老高全身湿透了，寒风吹过，却连个哆嗦都不打一下。苏无忌竖了个大拇指：老高厉害呀！我要是早看出来你有这身手，昨天绝对不敢跟踪你。高海峰看了他一眼，平静的眼神之中似乎有些意味深长。你也不错。而那个躺在草坪上的伯克已经失去意识了，不过他的身体依旧在时不时地抽搐着，鲜血还在不断从嘴角溢出。不会死的，高海峰说道。此人的抗击打能力比较强悍，我也留了手。苏无忌看了看他，说道：你那一拳拳的快打出天崩地裂的效果了，可不像留手的样子。高海峰没理他，对李洪成说道：带回去审一审，我怀疑这些人和西方黑暗世界的天泉神殿有关系。又是天泉神殿。这个奥丁并不只是针对月神夫人，而是要对付月影神殿的所有人。哪怕已经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天泉神殿仍旧没有停止攻击的脚步。似乎月神把他的触手伸到哪里，奥丁就要把他的刀斩到哪里。苏无忌看向西边的方向，似乎已经感觉到浓烈无比的恨意从那一片世界蔓延了过来。这时候，下半身湿透了的夏子熙才想起来自己的包包。在之前被劫持的时候，这个包掉落到了草坪上。夏子熙走过去，单手捡起包，拿出手机看了一眼，连续5个未接来电。看着这号码，这一刻他那双眸子里闪过了一抹微微的复杂之意。夏子熙纠结了几秒钟，刚要回电话，而那个号码再度打来了。想了想，他还是选择了接通。爸。夏子熙的话还没说完，便已经被那边打断了。你准备到灵州发展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只是想要扩大一下业务啊。夏子熙终究还是解释了一句，没其他的想法的。我早就说过，灵州现在是风源中心，可你倒好，偏偏一头扎了进去。电话那边说道：你今天要是这是你被国外的恐怖分子弄出了个3长2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妈妈交代？显然电话那边的能量极大，刚刚在灵州发生的事情，那边远在首都便已经知道了。夏子熙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犹豫了一下，说道：爸爸对不起，让您担心了。您放心，我是安全的，那些恐怖分子其实是……话未说完，再次被打断。没事就好，
但是我不想看到这种事情再发生第二次。电话那边说道。你也不是小姑娘了，应该对危险有所判断。夏子熙说道。是爸爸，请您放心。你从小想学功夫，我从江湖里请了大师教导你。你不按照我的想法进入体制，我随你去折腾。你满脑子都是开咖啡馆，我也由着你。电话那边听到夏子熙说了软话，语气也随之没那么严厉了，但是却更让人不太舒服。但你看看那些和你一起长大的孩子们，哪一个像你这样天天泡在咖啡馆里闲云野鹤的？就连白木哥生意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你已经被同龄人越甩越远了。夏子熙的眼光微微有些红。爸，从小到大，我一直让你很失望，我知道。你的性子和你妈妈一样，不争不抢，没有野心。那边的父亲重重地叹了一声。这都是遗传，也不能全怪你。夏子熙说道。爸，您当初不就是最喜欢我妈的不争不抢吗？这句话里似乎还有一层别的意思。可她是我老婆，你是我女儿，这不一样，时代也不一样了。那边的父亲又加重了一丝语气，说道。子熙，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进取心？夏子熙，我一直都……不要再这样游手好闲了，这样下去还不如早点找个人嫁了。我已经让你联谊，给你找找首都的适婚青年，你早点结婚，我也能早点安心。我这些年的资源不能在你身上浪费，留给女婿也行。说完，那边把电话挂断了。夏子熙握着手机发呆了几秒钟，随后将手机放回包里。这么多年，父亲的这些责备他已经听习惯了。与之不同的是，夏子熙这2年学会说软话了，每次服软起码能在表面上把事情拖上一拖。这样一来，后妈那边也没法说些什么。就在他出神的时候，一道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你的牛仔裤都湿透了，天气太冷，我送你回去换身衣服吧。说不上为什么，听了这句话，让以往身受重伤都不会掉眼泪的夏子熙一下子红了眼眶。好，他微微垂眸说道。深吸了一口气，夏子熙生生忍住了眼泪，只是寒风吹进湿润的眼睛里，让人觉得有些凉。这时候，夏子熙的手机再度响起，一看来电，他的眸光再度迟疑了一下。苏无忌看到了他的眼光，轻轻摇了摇头。显然，大名鼎鼎的银月晨曦也有他脆弱的一面。短暂的迟疑之后，夏子熙还是选择接通了。联谊，他说道。联谊是后妈，年轻时曾是首都台的主持人。子熙，你爸前一段时间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帮你找对象呢。电话那边的声音很温和，很好听。我最近把首都的优秀青年都捋了一遍，你要有时间的话，从灵州回来一趟，咱们娘俩一起去见见这些青年才俊。不愧曾经是专业的主持人，这话语里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让人没法拒绝。好的，联谊费心了。夏子熙说道。我最近在灵州忙着新店开业，等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首都看看。那就好，你爸年纪也大了，你别总是惹他生气。虽然大部分时候都不怪你，但他越来越倔强，固执得很呢。莲姨说道。莲姨放心，您也保重身体。夏子熙说完，并未过多寒暄，便挂断了电话。你的情绪好像有些不太高。苏无忌开着车说道。由于桑塔纳昨天撞坏了，这一次他开的是一台老款大众途观。我爸一直不太支持我来灵州发展。夏子熙说道。他刚刚表态，
想让我早点嫁人。苏无忌说道。那你想嫁人吗？以前没想过。夏子熙轻轻摇头。毕竟我们这个职业，别说有老公了，连朋友都不应该有。说到这儿，他眼眸微垂，看了看这台老车的空调出风口。苏无忌已经把所有的出风口调整成了向下吹，暖风直接吹到湿漉漉的裤子上，让夏子熙冰凉的双腿感受到了清晰的暖意。这看似随手不经意的动作，实则是发自心底的关心。谢谢，他说道。苏无忌说道。嗨，谢什么？可惜我这破车没有座椅加热，不然现在开到最高档，直接给你大伙收支了。夏子熙的眼睛变得弯弯。这个青年随口调侃一句，让他的心情一下子就变好了许多。我住旁边的西子民宿。夏子熙说道。前面1公里左右，路口左转就是。哈，西子民宿。苏无忌说道。这和你的名字有点像啊，不过你虽然没摘掉口罩，但我也能看出来，你肯定长得跟西施似的。他的话音落下，夏子熙便抬手到了耳侧，轻轻摘下了口罩，仿佛一个神秘又温柔的封印被揭开。随着口罩被揭开，一张淡颜系的绝美俏脸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车厢的冬日暖风里。苏无忌扭头一看，呼吸陡然间急促了一些，心跳的速度都明显加快了许多。夏子熙的面容似是薄雾散尽后所露出的云连山轮廓，眉毛如远山寒带，墨色恰到好处，既不过分浓烈，也不显稀薄。也许是怕沾到口罩上，夏子熙并未用任何唇彩，但是她的嘴唇却天然透出樱花初绽般的颜色，上面还附着一层润泽的光。虽然夏子熙穿着的并非古典的衣裙，但随着口罩的揭开，整个人却似乎变成了一幅清丽绝雅的画卷。和你想象中一样吗？夏子熙把苏无忌的反应收在眼中，微笑着说道。这眉眼弯弯的一笑，似乎让整幅画卷都为之而生动了起来。晨曦这个代号真的很适合你。苏无忌深吸了一口气，连忙握住方向盘。光顾着看美女了，车头差点撞到路边的树上。苏无忌很难想象，一个拥有这种颜值的姑娘竟是营月的主力杀手，终日行走在陈与婚的交界处。把夏子熙送到了住处，苏无忌并未跟进去，而是留了个联系方式之后，便掉头前往湖滨分局。不过回去的路上，苏无忌忽然发觉自己好像还不够暖男，难道不该关心一下受了伤的晨曦小姐一个人方不方便更换衣服之类的吗？尤其是那条湿透了的牛仔裤，那么紧，一只手能穿脱吗？等苏无忌赶到湖滨分局的时候，朴妍希正在对嫌疑人进行审讯，而高海峰则是坐在审讯室门外的走廊椅子上闭目养神。其实现在命案已经告破，高海峰这次任务也算是宣告结束了。至于接下来审问伯克等人，就是灵州警方的事情了。老高，虽然你在反跟踪方面实力不行，但我不得不承认，你在破案方面有点水平。苏无忌凑过来，把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笑眯眯地说道：怎么样，交个朋友？然后呢？高海峰一眼就看穿了这家伙的真实想法。想让我帮你办事？最近有人在针对我。苏无忌说道。虽然我仇多了不压身，但也不想稀里糊涂的被人针对。那2个北方的掌门还被自己扣着呢，指望着白旭阳去首都大学调查，也不知道能不能查出真相来。
高海峰面无表情地说道：“我不敢私活。”“我给你钱啊。”苏无忌说道。“我不缺钱。”高海峰说道。“更主要的是，我对华夏国内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那你什么时候走？”苏无忌问道。“无可奉告。”高海峰似乎并没有跟他深交的意思。苏无忌继续搂着他的肩膀说道：“你有这种实力，在国际刑警组织里面拿死工资有点可惜了，去黑暗世界里闯一闯，说不定能成为天神级的人物呢。”高海峰扭头看了苏无忌一眼：“怎么，你在试探我？”“就是单纯的这样认为。”苏无忌说道。“国际刑警的薪水并不算高，而你随便一出手就是上万块。我确实挺想知道你的赚钱路子是哪里来的。”这其实是个很隐私的问题了，但高海峰这次居然没有瞒着他。“上京猎人。”“说具体点的。”苏无忌说道。“赏金猎人也分很多种呢，有的光靠给富婆借种，每年也能赚不少钱。”高海峰摇了摇头：“无聊的话题。”其实苏无忌还真的没扯淡，在西方确实是有一些单身富婆觉得赏金猎人或是雇佣兵的身体素质好，专门从任务工会里下单高价借种。苏无忌看了看高海峰说道：“你应该不是个在乎钱的人。”随手给司机好几万，要么是有钱倒可以随意挥霍，要么就是视金钱如粪土。而这个高海峰明显更偏向于后者。“钱没了可以再赚。”高海峰说道。“我从不存钱，钱只有花掉才有意义。”苏无忌说道。“单身汉才这样想。”高海峰看了他一眼：“以前不是单身汉，后来变成了单身汉。”苏无忌问了一句。他忽然觉得对方说这句话的语气和那霸烈又漠视生命的风格很是有些相似。他没有细究对方现在有没有老婆孩子，而是话锋一转问道：“天权神殿一直在针对月影神殿，如果你是月神，你会怎么对付他们？”高海峰说道：“我不是月神。”苏无忌：“我知道你不是，但你能不能假设你是？”高海峰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你好像很关心月影神殿。”苏无忌咧嘴一笑：“对啊，听说月神夫人很漂亮，我一直很想看看她长得是什么样子。”要是艾斯戴尔在这里，肯定得说上一句：“你还看？哪里没被你子仔细细的看过？”高海峰摇了摇头：“月神可以搞定这一切，即便对方是天权奥丁，你也无需替月神操心。”他似乎还是不想回答，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想到答案。“我替月神操哪门子的心啊？”苏无忌摇了摇头：“我其实对月影神殿没什么太好的印象，但相比较而言，我更不喜欢天权神殿。”高海峰依旧不吭声。苏无忌看了他一眼：“我如果是月神，现在就集中力量，趁着天权神殿四散出击的时候，直捣黄龙，直接端掉对方的老巢。”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从侧面给月神提供思路。高海峰明显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才说道：“天权奥丁曾是不世出的超级天才，武力值有可能在月神之上。”苏无忌呵呵一笑：“那就联合游侠神殿啊，或者找与月神关系比较好的势力联手，1打1干不过2打1，3打1还不行。”高海峰：“游侠神殿。”苏无忌说道：“游侠神殿兵强马壮，不试试怎么知道？”高海峰说道：“你的这些建议不错，可惜月神听不见。”
苏无忌咧嘴一笑，老高你真的不太会撒谎。高海峰的表情微微一滞。苏无忌摇了摇头，说道：我去旁听审讯了，不跟你废话了。只是在打开审讯室的门之前，他又扭头说道：老高你这人没意思，嘴里没实话。刚刚说自己是赏金猎人的时候，你也是在撒谎。高海峰的眼光一凝，没有再解释什么。他随后回到了自己的那一间临时办公室里，拨了一个号码，只是打了2遍都无人接听。他立刻联系了另外一个号码，随后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电话里传了出来：亲爱的海峰大哥，你好呀。如果是白木哥在这里，一定能听出来，这音色是那个假冒月神。苏珊娜，我找梅根联系不上他。高海峰说道。苏珊娜说道：海峰大哥，抱歉，大人现在应该在飞机上，不方便接听电话呢。最近那么危险，他要去哪里了？高海峰的眉头一皱，不老老实实的在大本营待着，又易容出去乱跑了吗？海峰大哥，我也不知道大人去了哪里。他本来要定于1个月之后去华夏的，现在突然离开了，并没有把目的地告知我。苏珊娜说道。但你也别太担心，能威胁到大人的敌人并不多。他倒也没有任何隐瞒，而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部说出来了。苏珊娜知道，如果说世界上有谁在真正关心月神的话，高海峰一定可以排到前3名。好吧，高海峰说道。我等2个小时再联系他试一试。以月神的习惯，估计下了飞机也不可能找到他。既然是易容出行，必然连号码都换了。天泉神殿如今不计后果的大肆出击，即便月神的武力绝对是黑暗世界的超一线水平，但也极有可能出现危险。高海峰莫名有种不太好的预感，他又打了个电话。我要天泉神殿最近所有的动向，你们能提供吗？电话那边的电子音响了起来。这是天价。天价，就是能提供。多少钱？高海峰的眉头一皱。起码是现在的你付不起的价钱。虽然我们之间关系相熟，但我也没法对你打折。电话那边笑着说道。毕竟，情报局换了新老板了。歌者，你没必要这样。高海峰说道。以我们的关系，别在这种时候为难我。电话那边竟是歌者。主要是我不想帮月神，我知道你要这些情报是做什么的。歌者说道。月神以前欠我的那一笔咨询费到现在还没给。高海峰说道。那笔咨询费有争议，而且你不是在乎这笔钱的人。歌者笑了起来。我要不要和月神给不给，这是两码事。高海峰说道。我知道月神布局东亚触碰了你的利益了。不愧是国际刑警的资深专家，连这一点都发现了。歌者忽然收起了笑容，认真说道。但是纠正你一点，不是触碰了我的利益，而是我的国家。高海峰说道。我帮你做3件事。歌者微笑道。能让曾经的天神传人欠我这么多人情，我现在的心情很好，甚至可以多付赠你一个消息。高海峰的眉头一皱。什么消息？歌者说道。和银月有关。此时云烟湖畔西子民宿，夏子熙刚刚洗完了澡，单手给自己穿上了浴袍。这时候他的手机震动了一声。宁海慈惠医院外科诊室。
带伤上班的许家烟刚刚结束了对一个患者的诊断，手机屏幕上跳出了一条消息：宁海城市中央公寓，在家养伤的林月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因为他的手机嗡嗡响了2下，3只手同时抓向了自己的手机。在看到消息的那一瞬间，3位营月杀手皆是瞳孔巨震，因为消息的内容是：营月原指挥官雪人陨落，新指挥官就任，代号未央。经过了2个多小时，朴妍希所带领的专案组已经完成了除了博客之外的2名嫌疑人的审讯。林州警方已经得知，天泉神殿此次在华夏参与行动的一共5个人，这个潜伏最久的博客就是行动队长。除了被抓的3人之外，还有2人作为后援，正在住处等待消息。而此次整体行动被天泉神殿命名为清月计划，清理月影神殿。这个计划已经持续了1年之久了，似乎这1年来，月神把钉子插到哪里，奥丁就要把钉子的手下送到哪里。也不知道2人到底有什么旧怨，居然就这么杠上了。现如今的黑暗世界，天泉神殿的发展速度最快，实力鼎盛，还拉拢了一帮新兴的一流势力，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而月影神殿最为神秘，月神此人性格古怪，基本上从不联合其他势力，一直单打独斗。月神在崛起的过程中结仇不少，但从不在意。此时审讯室里只有3个人：朴妍希、苏无忌以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伯克。这家伙不仅轻身功法极为强悍，抗击打能力也是超出想象的强，被高海峰的恐怖重拳接连轰了这么多下，居然现在还能活着。即便高海峰有所留守，但这伯克的身体素质在黑暗世界也绝对是一流水准了。这么一个危险人物，以留学生的身份潜伏在临江，想想确实让人心有余悸。我对华夏没有任何的恶意，奥丁大人对华夏的态度也一直很友好，我必须声明这一点。伯克说道。他虚弱地瘫在椅子上，肋骨断了7、8根，内伤严重，面色极为难看，手腕上居然还输着液。而苏无忌并未让朴妍希把这家伙送到医院，而是随便找个医生过来，给他打了2瓶营养液和止疼针，维持住生命力，以免审讯还没结束就死了。即便要死，也等审完了再说。你对华夏有没有恶意，你自己说了不算。苏无忌淡淡说道。在华夏杀了人，只能等着牢底坐穿。伯克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他深吸了一口气。我要联系大使馆，我要联系律师，我还要见医生。苏无忌说道。看你配合度，要是能在这2瓶水全部打到你的血管里之前全部交代清楚，我会把你送到医院，让你接受治疗。如果不配合的话……他特意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补充了一句：以你的内出血状态，应该也活不了太久了。伯克说道。我潜伏华夏就是为了寻找月影神殿的所有钉子，揪出他们所有人，破坏月神的东亚计划。苏无忌摇了摇头。你们对东亚就这么感兴趣？伯克说道。黑暗世界的发展已经到了瓶颈，而东亚一直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尤其是华夏，大的让人心动。林州警方已经去抓你的另外2名手下了。苏无忌说道。如果扑个空，你就死定了。伯克叹了一声。行。苏无忌看了看他，问道：你的实力那么强，跟谁学的？伯克说道：自学成才。
说实话吧，这时候的狡辩没有任何意义。苏无忌淡淡道：我跟你们的第一神卫钱伯斯交过手，你的轻身功法和躲避能力应该在他之上。这个伯克的正面战斗力也就普普通通，但速度和潜伏能力着实强悍之极。他的老师必然不是籍籍无名之辈。我是奥丁大人的学生。伯克低下头，终于交代了。苏无忌一下子来了兴趣。你的实力和奥丁相比呢？伯克说道。天差地远，不及奥丁大人的1/1000。苏无忌起身走到了他跟前，反手直接一巴掌抽了上去。说实话，你呀，他知道这货抗击打能力强，这一下也用了不少力气，伯克的半边后槽牙全部被打松了。伯克说道：这就是实话，我所学的这些只不过是奥丁大人随手教的而已，你是没见过大人，如果见过了，一定不会认为我在说谎。他现在一定是黑暗世界的最强者，这一点毋庸置疑。苏无忌呵呵一笑：你还知道什么？伯克说道：我平时都是被动接受任务，并不主动参与任何决策，都是神殿高层让我干上了，我就去干上了。苏无忌问道：你们下一步的动向呢？伯克说道：其实我们早就锁定了那个叫家谱的月影神殿潜伏人员，只是由于最近灵州警方已经开始了布控，所以迟迟没动手。但苏无忌也觉得这里有一点不太合乎逻辑，只要等下去，有的是干掉家谱的机会，干嘛非得冒险挑今天呢？那你们为什么还要选择在今天强行出手？苏无忌说道：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收到消息，今天必须前往南厉，明天上午在南厉首都集合。伯克认真说道。苏无忌的眉头轻皱。南厉发生了什么？伯克说道：我并不清楚具体原因，也许是月影神殿的重要据点被发现了，不然不至于把全亚洲参与清月计划的所有人手全部向南厉集中。朴妍希忽然插嘴问道：你的上线是谁？平时通过什么方式与你联系？苏无忌看了朴姐姐一眼，旋即笑了起来。显然他已经意识到对方要做什么了，姐姐就是懂事儿。而这个问题是朴妍希帮苏无忌问的，他太了解这个弟弟了，知道对方绝对不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后方，眼睁睁地看着天泉神殿完成集结。伯克愣了一下：通过邮件联系，只不过有密码本，这些东西全在我的手机里。他的住所已经被搜查一遍了，各种联络装备全都被灵州警方找到。打开给我看看。苏无忌说道。伯克接过手机，立刻打开邮箱。苏无忌翻看了一下近期的所有邮件，又照着密码本比对了一遍，随后说道：和你联络的这个人是清月计划的亚洲区总负责人。是的，严格说来他是我的师兄，也是从少年时期便师从奥丁大人的。苏无忌说道。叫什么名字？伯克说道。严坤。苏无忌的眉头一挑。华夏人？严格说来他是华裔，据说严坤父母是移民欧洲的华人。伯克说道。我只知道严坤的华夏名字，但他必然还有一个不太常用的英文名。苏无忌问道：在天泉神殿内部，究竟是这个严坤的地位高，还是钱伯斯的地位高？无法比较。第一神卫钱伯斯曾经在神殿的崛起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极受奥丁大人重视。伯克说道。但大人对严坤同样视如己出，
极为看重。苏无忌翻看了一下邮件删除记录，随后问道：也就是说，到现在这个严坤还不知道你们已经被抓的消息？是的，伯克说道。事实上，严坤都不知道我们今天要对家谱采取行动。我只是想在离开华夏之前彻底搞定这件事情。毕竟，如果等我们从南离回来，家谱有可能逃走了。呵呵，你倒是还挺尽职尽责啊。苏无忌说道。我怎么才能知道你们的集合地点？听到这个问题，伯克的眼神一下子开始有些慌了。你要干什么？他问道。苏无忌微笑着说道：干什么当然是去旁观看戏了，怎么？你以为我要团灭你们？伯克哭丧着脸。你难道不是吗？苏无忌近距离地盯着他的眼睛。我要知道你们的集合方式，以及所有口令与暗号。听了这句话，朴妍希直接转身走出门去。他穿过走廊，径直推开了李洪成办公室的门。李局，我要请假。朴姐姐说道。李洪成说道。妍希，你不是刚刚休完年假没几天吗？朴妍希说道。我要和无忌去一趟南厉国。李洪成倒也是很敏锐。这案子已经波及到南厉了。朴妍希说道。是的，天泉神殿的亚洲区战力今天全部前往南厉，而他们的负责人还不知道伯克等人被抓的消息。李洪成听了说道。既然案子发生在南厉和华夏没有关系，我们也没必要。有必要，李局。朴妍希的表情很认真。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行吧，你这是要开了灵州警方跨国追捕的先河了。李洪成笑了笑，一边低头刷刷刷写着什么，一边说道：但这事儿的影响不可控，不能公开，必须保密，也不能走专案账户给你们申请经费。没事，我们可以自费。朴妍希笑了一下。谢谢李局批准。李洪成把手里的纸条递了过来。我在南厉有几个老战友，目前混得还不错，如果有困难，尽管向他们开口。朴妍希看了看纸条上的联系方式，说道：他们从事什么行业的？李洪成说道：安保行业。明白。朴妍希给李洪成敬了个礼。谢谢李局。在他出门之前，李洪成说道：你和无忌那小子多当心点。是。朴妍希应了一声。他正要把门关上，李洪成忽然想起了什么，又说道：对了，3天后东亚公共安全峰会就在南里举办。朴妍希的心微微一紧。他忽然觉得天泉神殿这时候在南离集结，不知道是不是和此事有关。朴妍希问道：咱们国家是谁作为代表出席？李洪成抬手指了指上方，笑道：这种会还能谁去开？当然是老夏，极地的